对不对？大陆啊，人口太多了呀，所以说呢，人啊一多了以后，那就是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有。我呢看到了张维维啊有一个评论劳 A 的这么一个视频啊，就是大陆的粉丝给我发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劳 A 啊，精确的给这个美国的这些底层的社会的不公现象呢，他总结了一个词儿叫斩杀线。我也给大伙认证过啊，我说劳 A 说的这个斩杀线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没毛病啊。可是呢，张维维只不过是说了劳 A 呢，他说的美国的这个斩杀线是真的，他就遭到了中国的网络上的这些反贼丧彪的疯狂的围攻。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心情比较沉重，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目前呢，这个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啊，形势严峻，令人揪心呐。这些反贼们，如果一旦国家到了紧急时刻或者是战时的时候，不知道中国政府有没有一套预案呢？让这些人到台湾海峡里边去挖战壕啊！现在就应该做好这套预案呢。我看过之后，我确实是感到非常的担心呐。我们先来看看张教授说了些什么吧。这几天啊，斩杀线这个词儿啊，突然在互联网上火了起来。那么斩杀线大家知道是游戏的一个说法。那么今天中国网民用它来描述美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在美国啊，个人的财务状况一旦跌破一个临界点，那么到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系统就会启动一连串反应，使本来很体面的一些中产，瞬间就跌入人生低谷，甚至沦为流浪汉，而且大概率呢是永世不得翻身。中国有一个成语啊，叫咸鱼翻身，但在美国咸鱼翻身特别难。其实不要说咸鱼，其实金鱼、银鱼要翻身也很不容易，背后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斩杀线不是一个比喻，是字面上的意思，就物理上的消失或者消灭。Billions of dollars to mental health and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A lot of them don't want to take the programs. A lot of them don't want to get the help that is necessary. You can't give them a choice. Either you take the resources that we're going to give you, or you decid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locked up in jail.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now. Or involuntary lethal injection or something. Just kill them.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多少年前，这个欧洲移民移到美国的时候，把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就看作是非人，或者看作是劣种人，然后就是斩尽杀绝啊！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文化的基因，一直到今天还在。所以，美国制度设计就是无情的淘汰弱者，直至他们自然消亡。这些天啊，我2014年的一个演讲叫《中国人你要自信》，一下子火了起来。里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我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不幸的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那么你的寿命大概与非洲许多国家差不多，50岁左右。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3个世界组成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的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跟非洲国家差不多，50来岁。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面临许多座大山的刚性压力。房子、税费、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是环环相扣的，几乎没有容错空间。一是房子，在美国要么租房，要么买房，你必须有一个法院传唤可以送达的地址。那么房子要吃掉你收入的30%。第二呢是收入所得税20%，要吃掉你收入的20%。三呢是医疗，在美国看病是超级的贵，叫一次救护车$2000、$3000，看病动辄上万美元。所以你必须购买昂贵的商业保险，否则的话，一场突如其来的急诊就可以使你进入斩杀线。所以医疗保险加在一起，至少要吃掉你10%的收入。那么交通又要吃掉10%，水电煤网等等又要吃掉你10%。所以这些开销都是比中国贵很多，贵10倍都不止。那么剩下来10%吃喝，其他10%，比方说很多
读大学稍微好一点的大学都是通过学贷的。我想多数美国大学生读书是通过学贷的，一般毕业以后要一直还，40岁之前还清是小概率。所以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觉得这些美联储的统计数字毫不奇怪。比方说，将近60%的美国人拿不出1000美元的应急钱，37%的美国人连400美元应急钱都拿不出来。这意味着一场意外的失业，一场小病，一次交通事故，一次大的罚单，就可能使一半的美国人瞬间财务崩溃，直接跌向斩杀线。许多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普通美国人都打几份工，打几份工是很普遍的，道理很简单，不打几份工很可能瞬间就坠入斩杀线。美国看病贵，所以很多人都通过自己服一些药，特别止痛药就扛过去。那么止痛药服多了，就造成这芬太尼过量服用这种现在就毒品泛滥吧。所以美国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叫 Angus Deaton， 对美国45到54岁非正常死亡的白人状况做了研究。他提出概念叫绝望的死亡，也就是说4到50岁左右的时候，这些人由于绝望而死亡，背后是生活绝望而导致酗酒、滥用药物，直至自杀。在他的研究中，虽然绝望的死亡在白人身上比较明显，但这并不是说别的主义日子就好过了。他本人感叹，黑人的绝望死亡表面上比白人稍微轻一点点，因为他们早就经历过当前白人经历过的绝望。当然，美洲原住民的状况其实是最严重的，他们的绝望死亡比美国白人还要多1倍，但他们占人口比例毕竟小，属于自生自灭，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我记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Nicholas Kristof 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观点，他是做了统计，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薪阶层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许多低收入者染上毒瘾，失去家庭，结果是平均每2分半钟就1个美国人因绝望而死亡，或者死于毒品，或者死于酒精，或者死于自杀。他说，美国整天把中国视作对手，却忘记了改善自己失业的、贫困的这些人群的这个命运和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说，今天美国有犯罪记录的人和有大学文凭的人一样多，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政客们对这些都充耳不闻。难怪连美国民主党曾经的这个总统竞选候选人之一桑德斯也感叹，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进步，比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显著。这也是一种中美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这个斩杀线，中国呢有兜底线，背后是2种不同的制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非常非常清楚。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一点，谢谢大家。张教授说的这些里边有一句有毛病的吗？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了解美国的华人，我可以说张教授说的这些都是美国的现实情况呀。他和劳 A 说的没有过分的夸张的呀，就是这样啊。可是当我看到这条视频底下的评论的时候，将近200条评论啊，朋友们，我真是心情很沉重啊。这位说，此人从来不看评论的吗？他其实也知道自己口碑怎样，这只是他的宣传工作，这个号肯定不是他自己管理的，数钱都来不及，还有时间看评论？说这个娘子是哪里人呢？说张教授是个娘子。也有这个爱国网友说，那你评论一下他这个视频哪句话有问题啊？这个要喝斯嘉丽洗脚水的说他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他的师爷应该是四川乐山的那位校长。说这位啊，这是个爱国网友了，说凡是移花接木、偷换概念、阴阳怪气的攻击、嘲讽基本盘的话术，抹黑张维为的
啊，这基本上说是台湾的网军啊，这也不一定吧？啊，说这些人全都是1450吗？那也不一定啊，各位啊。说这厮一出现，美国瞬间就毁灭了。张维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自己找出的弱点加以纠正，而不是挖空心思去找出别的缺点啊。说听大教授一说，在老美生活确实很难，这个是比较中立的。这位说，除了挖空心思说别人不好，怎么搞好自己才是王道。说希望教授能讲一下风骨良心，意思说张教授没良心没风骨呗。张维为又要把美国骂崩了啊，厉害了啊！各位啊，我看到这些评论呢，说他有没有儿女啊，心由面相生啊，也有支持张教授的，但是占的少数啊，说此人不长胡须。他说对了，伊朗50多个头脑被斩杀，这是张维为说的被物理斩杀，这还是支持美国斩首伊朗的，这不都是我说了吗？都是反贼吗？这些啊，看到视频按下暂停键，直奔评论区。替美国人担什么心呢？他的话是说给谁听的呀？评论区咋说的不知道吗？啊，配享太妙。是有的人活着啊，是那意思，就是张教授活着就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在人们心中啊，你看了吗？这种人净讲笑话，说基本盘的祖宗，这个人有心理偏执狂，这么恨美国，美国到底得罪他什么地方呀？他这么说是不是有额外的好处啊？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每天排长队去干什么呢？张维为必然粉身碎骨。张公公被美国抢走的油桶要回来了吗？此图如果能登堂入室，高高在上，是国家的灾难，人民的不幸。张公公赵高第二，我就不再往下放了，各位啊，我就不再往下放了。几百条评论里边，绝大多数的都是社会的丧彪反贼。张教授说的美国的这些情况，这些在中国最底层的这些丧彪反贼，恐怕连他妈的骨灰卖了，他都没有钱走线来美国看看美国的真实情况。为什么他们对美国是这么的维护呢？一句也容不得说美国的一句不好呢？这是中国的哪方面出了问题呢？是教育呢？还是网络上的精美分子太多了呢？各位，你们能告诉我吗？中国舆论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这些人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应对的预案呢？这些人就是中国社会的渣子垃圾，最适合到台湾海峡里边当炮灰的人呐！中国政府醒醒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